是要那种辛苦背负着一个体重几公斤的肚子，这样一天日积月累，那你一次装个10公斤，小孩应该没那么大，大概几百几千克这样子。你这样子背着一个几千克的，你这样走路你不要几分钟，其实都很烦，更何况要背10个月。那背完10个月，第二个是临产受苦的。临产受苦，恩也难报。要生小孩不是那么简单。人讲生会过的麻油芳，生袂过的死地方呢。在生产后学也其实深深的感受到要生产的痛苦。从自然产，第一胎真的是要生小孩，真的是非常痛苦，要30个小时别人你看那种人家那种产妇一个一个都推出去了，然后生完又那个出去了。他后学都在那边待产，一直痛30个小时还不能生。那第二胎就是没办法，痛了3天又生不出来，在那边待产又生不出来，又后面就选择要剖腹。所以说你自然产也好，剖腹产也好，在生产的时候都是生命其实是跟他在搏斗的，不是说像人家说生很快一下子就生出来了，那是每个人的因缘那第三，生子忘忧恩。你生了小孩以后，当他呱呱落地以后，你就要开始辛苦的每天晚上他几点就要起来喝奶一次那这些辛劳，其实我们每天都这么做，虽然很辛苦，可是过了你就忘记这种烦恼忘记这种很痛苦。每天晚上凌晨要起来，然后几点要起来，4个小时要喂一次。那第4个是咽苦甘恩。你看要喂小孩吃东西，我后学比较佩服，就是有一些小孩东西没吃完，妈妈都会这样子就 keep 就把它就是把它吃完。那后学是比较不敢吃小朋友这样子像拢规划那种东西，后学是比较害怕，但是他的把屎把尿没有办法不做，这些本来就在你等于是我们所谓的妈妈的日常小朋友这样子那个屙屎屙尿了，你要帮他洗虽然你很怕那个味道，谁都不喜欢这些，可是当妈妈的就是要帮他那个这些都把它处理好。那第5个是回甘救施恩这一点就是它的字面就是你在潮湿的地方，你会把小孩放在那个干燥的地方。那后学看到这一点就想到98年不是有88水风灾嘛？那时候后学跟妈妈都还有住在一起。那时候88风灾是因为那个曾文溪好像没有预警的泄洪，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它等于是海水有灌进来，结果家里就淹水。那时候很多人都受灾，就是全部都淹水。那小孩都很小，那时候小孩都才2、3岁。那半夜呢下床地上都是湿的。那妈妈已经早就起来了，她就说你们把小孩顾好。妈妈就替我们着想，但我们不需要下来打理。那我们又为了我们自己的小孩，要把小孩放在那个婴儿床上。所以这一点让后学就觉得说，真的只要为人母，真的就是都把最好的然后给你的小孩舍不得他受苦。所以回甘救施恩让后学讲到那时风灾的那个情况。对，那第6点是哺乳养育恩。喂母奶是真的很辛苦的，有些人虽然没喂母奶，他也是要半夜，刚刚讲半夜都要起来一次。那这个喂母奶真的，人家说母奶就像妈妈的血一样，你喂到1岁可能也有在喂，不管你喂几个月，这种喂母奶就是妈妈的体能，然后你的精神这些营养都是非常耗损的，所以哺乳养育恩我们也要去报答。那第7个是洗涤不定恩，就刚刚讲的把屎把尿，有的妈妈看到这些，可能有一些人看称把可能看到这些污秽的东西，他可能自己都觉得很恶心了，可能会去旁边吐了，但是为了自己的小孩，他还是愿意去做。那第8点是远行意念恩
小朋友开始可以上学了，可能有一些出远门去念书，那在异乡的父母就会常常思念远在他乡的小孩，这远行的意念之恩啊。那第9点就是身家体恤恩，父母的恩情重，你真的要去报答，实在很难。小孩子受苦，他都愿意去帮他受这个苦。看到小孩很劳累、很操劳，当妈妈的心里又很不安。那第10点是就近怜悯恩，这个除了他的怜悯是没有休息以外，父母对子女的怜悯是没有休息。妈妈就算活到100岁，她还是在烦恼这个80岁的小孩，这一辈子的，人家说甜蜜的包袱了哈。不管今天妈妈几岁了，她还是在担心啊，然后牵挂着她的小孩了哈。所以这个恩情要知道这种恩情什么时候断了，只有这辈子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才能割舍掉。有一些还没有办法割舍，就一直牵挂着就变成有了挂碍。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孝对我们来讲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慧学呢就故意找了这张图，你看这个孝字你看上面是小孩长大抱着妈妈，下面是小孩小时候需要妈妈怀抱。那这个孝字就是一个老字这个老，然后依附着一个子那我们跟那个父母的相处就是这样，小时候我们要依靠父母他这样照顾我们。那父母年老了，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当父母的依靠？是不是可以当父母的依靠？所以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我们要行孝呢，这个定义我们大概把它列举出来，当然不止这样子，那或许只是大概把它举例第一点呢，孝它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本来就是做人的基本我们虽然是与生俱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看那个社会的变迁，资讯发达，科技的进步，大家都接受一些西洋的那种教育又变得很普遍。所以呢，把这种比较原本最传统最基本的变得把它扭曲了新世代他最喜欢跟父母说，你如果教育他啦，然后为他好，讲个几句，他们就会说父母都在情绪勒索他们。那教育几句就说不要再倚老卖老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对，不适合这种方式。那其实时代不同，不是跟孝一点关系都，跟你不孝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或许觉得现在的这种学校的课本在讲孝道的这种文字也好，或者故事也好，都比较少了。或许记得小时候的课本在讲孝顺的这种故事非常多你像古时候的皇帝要治国，他们也是孝来命名孝文帝、孝武帝之类的。那舜他就是一个大孝，舜的故事大家都是常常听到的。那黄香温杯我们在念伏魔真经也有黄香等经那个他帮父母温杯的故事，还有乌鸦反哺啦，然后羊羔跪乳这一些像或许这样子青菜这样念一下，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故事可以讲。那相较现在的课本课纲里面谈孝道，其实就比较缺乏，因为现在重的是什么？比较重视文凭跟学历，然后社会比的财力跟地位，所以基本孝道呢变成一种比较形式化跟轻描淡写这样子就带过而已。现在小朋友我们所谓的孝子都是所谓的第25孝好度了，我们要孝顺小孩。或许呢，常常从小朋友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就看到小朋友身上都很轻松，什么东西都没有，
啊，他的餐具袋啊、书包啦，什么有的没的都放在妈妈的身上，都是妈妈帮他提去教室里面，然后大包小包，你有一个小孩，你就提了好几个袋子，更何况有2个小孩、3个小孩，那妈妈就像一个行动衣架一样，整个就是很辛苦了。然后夏天非常热，有时候又不舍得小孩进了校门，又不舍得把书包给他，然后就直接又把他背到教室里面，然后放下。可是小孩呢，他连一句谢谢或者是妈妈你辛苦了这个话都没有，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所以那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去感受，他觉得说父母对他的爱是固然的，他是一定的，但是他没有去反过来去思考。所以后学呢，看到现在的小朋友这样子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真的一点最基本的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当后学除了教育自己家里的小孩，在这种礼貌也好啦，然后做家事也好，就是把他们教育好之外，在带读经班的时候，或许也会想各种的方式把这个孝道跟礼貌落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小朋友你安排他做家事啊，或做什么，他刚开始他会不愿意，那因为他们还小，所以我们就只用奖励啊来诱惑，也不能说诱惑啦，鼓励啦。那因为你刚开始你要去做这些事，他还没有很习惯，所以我们就用奖品，然后几张几点这样子，让他安排回家帮忙做家事啊，帮妈妈按摩啦，然后每天的早安、晚安、问安，或者是回家说我回来了这样子，让他的日常跟父母的那种孝行，就是变成是一个很正常，然后每天该做的事，久了他就变得习惯了。所以其实这种就边做边教育了。我们好比我们刚刚进道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开始在做志工，我们都做无畏师，但是做志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图一个功德箱。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做可以那个增加自己的福报。可是你慢慢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你深入了解，不着相才是一个究竟这个也是所谓的我们要借假修真那第二点呢，就是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行为。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每天我后学呢就觉得说，这些看起来是很日常的东西，会很基本的东西，那为什么要一再的这样讲，一再的这样就是真的现在目前呢，少子化，每个小孩其实都是父母的，真的是宝贝所以呵护过度变成养成小孩就是不懂得体恤他人，不懂得去那种尊重他人所以你看我们在古训里面，我们也常听到百善孝为先孝经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不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就是德性的根本教化的出发点。但是我们现在父母的溺爱过度呵护过度，变成说小孩太不体恤他人了，变得太溺爱，变得有一种骄纵的行为，没有责任的行为心态。或许就是在新闻里面看很多这些新闻就是有一个吸毒跟诈骗的一个男生，然后他被警察逮捕了，他当场还哭着跟警察说他要找他妈妈。一个吸毒诈骗这样子做尽坏事，结果他被警察抓到了，他完全没有承担。他说他找他妈妈，然后找他妈妈以后，这个妈妈还帮小孩子顶罪妈妈还说这个都是他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他你看天下父母心所以你这么的溺爱这个小孩，结果却养出一些我们所谓的靠爸毒啦、靠妈毒啦，
那些妈宝。那前一阵子不是在几月的时候，不是有新竹有一间轮胎行嘛？他一个老板的二儿子，不是也买了一桶20公升的汽油，然后就把家里纵火。家里一共烧死家里的人，是妈妈，还有他自己的妻儿、自己的小孩、他的嫂嫂什么的，家里4大4小，全部都葬身在那个火海当中哦。这种人伦悲剧哦，也是震惊社会啦，也让人家蛮心寒的哈。就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怨念，连自己的父母，连自己的母亲啊，跟他全家人、自己的小孩妻子都不放过。像这种杀害亲生父母在我们那种修行来讲，佛家来讲，人他这样子杀害自己的父母亲是忤逆大罪，他不是只有在世难逃这些刑罚的那个制裁，他往生后是要打入无间地狱，他不间断的都在受苦的。所以说，其实做父母的有时候也很无奈啦。其实那个招那个轮胎店这个小孩，或许又看一些在讨论他说其实同样的教育，但是你不一定有同样的结果，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反人格特性的这个比例不多，大概4%，因为这种小孩他没有同理心，他没有感恩的心有时候说真的因缘他可能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难免相同教育，他的哥哥这个烧房子的这个，他还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就很认真他还当职业军人他也是在为了要养家，然后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但是这个人好像就是喜欢玩游戏啦，然后做一些投机的事情所以说父母有时候也很难为啦。其实教育相同，但是为人父母难免都会有偏爱的小孩所以就会造就这种宠爱的小孩。所以我们父母其实我们要好好重视自己的身教跟言教我们父母身体所做的行为，然后你嘴巴所说的话跟你的思维造作，其实都很容易影响小孩。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看我们父母的这些言行对一个小孩的成长，它是影响有多少？Looks like rain again today. Dark clouds gather and fill the sky. Don't know how to talk, just know how to say.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Learn this movie.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刚刚的影片应该有声音所以我们做这些那个爸妈是孩子的镜子所以你的行为呢，跟我们的教育都反射在孩子的身上。从影片我们看得到父母所做的这些那种言行你做什么，小孩从小他就学着你做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在听很多故事之前也看过一个儿子，他娶了媳妇，然后媳妇呢，当然对自己的公婆不见得都这么的用心他们儿子媳妇，但儿子可能又听媳妇的，
所以对父母亲啊，就是也比较不敬重，不孝顺的。那有一次呢，这个父亲啊就在桌上吃饭，结果不小心把东西打翻了，然后媳妇就很不耐烦啊，就觉得说你怎么连吃饭都吃不好，就叫他那个碗破掉的捡起来，一样再用那个缺角的碗，一样再用那个装给他的那个公公吃这样子。然后吃完了，然后这个小孩他就说，那他把这个碗收起来，因为他妈妈说这个碗已经破掉了，你拿这个破碗干嘛？说没有啊，这个碗我要收起来，以后要给你们2个吃的。所以他父母自己就知道说，他的言行，小孩其实他已经都在这种生活当中，他的举动当中，他已经在吸收了、学习了。就好比刚刚的影片，小朋友你从小给他什么样的教育，他就做什么样的行为，回馈在你自己的身上啊。那我们在百孝经也常念到孝顺就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必明显的。其实我们看看自己再看看孩子啊，其实我们自己做的是不是有这么的那种得体啊？那小时候又有听一个故事啊，就是人讲细汉头班补短的头看路嘛，那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孩，他小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可爱、聪明伶俐的小孩。那这个小孩呢，他刚会走路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在人家在那个以前都是卖那些杂货啦，卖一些针线包什么的。那这个小孩就很厉害，他从小不知不觉从这个杂货摊里面偷了一根针那偷一根针回家呢，就给他妈妈看，然后他妈妈居然没有责备他，还说哇，你都没有被人家发现这么厉害，还帮他表扬了一番后来呢，更长大的时候这个小孩呢就开始怎样偷人家的玉米跟农作物。那母亲知道也没有制止他。但后来呢，长大他就一定就偷更贵重的东西父母知道了都没有制止所以他长大了就偷了很多的牛马啦、金银财宝啦。那以前偷窃罪以前的那种判罪都比较，以前的那个什么官府是比较严格，依照他淳朴，没有像现在说窃盗罪还不会怎样。他以前窃盗可能要被判死刑了，因为他已经偷太多了，然后人家要秋后问斩了，所以他临斩之前呢，那个监斩官就问他说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啦，或者什么遗愿？他说有啦，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要在死之前再见我妈妈，我的母亲要见她一面。那当然啦，刚好妈妈也要来给他送行嘛，所以这个法官就满足他的要求然后他就叫妈妈来旁边，结果他说妈妈你过来，我有悄悄话要跟你说啦。然后他妈妈就过来，他靠在他的嘴巴，结果那个小孩他已经长大了，这个人他就把他妈妈的耳朵咬下来。他就说我小的时候偷东西母亲你都没有制止过我，现在我非常恨你所以你看他就是从小他认为他妈妈都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告诉说什么事情是你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不对，你要让他有一个准则而不是这样子都是用溺爱宠爱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听孟母的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孟子的他妈妈就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你看他搬了好多次家搬了好多次家。然后我们常常就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蓬生麻冬不服制止所以我们
那种每个人你把他放到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就会学习一些好的事物。所以《三字经》就说习孟母，择邻处。这些在经典里面，其实从古代就这么的告诉我们了哈。所以呢，其实刚刚我们讲的这种要依品德，依品德品性来教育哈，比你学历还有你的才艺哈还要重要。那当然啦，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大家讲个题外，有时候啊，父母就是也很奇怪，小孩要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反而都会觉得说，他们比如说生日啊，买个东西回来送你啦，或者是说要带你去吃饭啦，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子女晚辈说要带我们出去玩啦，要买东西送你，就说不要浪费钱啦，然后要吃东西就说在家里吃就好了，卖不猜忌的。不然就说买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就是会嫌东嫌西啊。那你一次又一次，你这样子讲你就说卖不太急啊，不要买啦。这样久了，告诉你久了以后，那个晚辈就不会想到我们的。他要去哪里就想说反正不用了，妈妈也不喜欢去啊，每次约他都不要去啊。你要买的东西反正妈妈也不喜欢吃啊，就是会觉得想到以前的阿嬷都说吃鱼头啦，然后阿嬷很喜欢吃鱼头，阿嬷怎么都吃鱼头啊？跟阿嬷爱吃鱼头，她说好啊，那以后我长大赚钱了，我买很多的鱼头给你吃啊。他其实就是舍不得那个让小孩吃苦，所以自己都委屈，自己情愿去吃比较不好的，然后都给小孩。那当小孩有能力了，他想要回馈我们的时候，其实后学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人其实是可以接受孩子对我们的这些回馈。其实你看，从小这样子一个小孩从小到大带到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所以孩子他愿意懂得去回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接受。小孩真的他赚钱了，他拿钱给你，你也不要说没关系啊，你留着就好了，我不缺。其实你帮他钱攒下来，你不一定自己去花掉，你帮他储蓄起来，以后或许他们有机会要用到什么，我们都可以帮忙的。但是你没有拿，久了就变成一种习惯，他也不会再想到你。那或许也常常会跟读经班的家长分享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吃东西他们都很有分享力，他都习惯要吃东西之前会先拿给你吃。那很多父母就是说不要你吃就好，你吃就好不然就说我不要吃，我不喜欢。其实不管好与不好，或许在这边也是可以呼吁，你现在有小孩，有小孩的，或者是有大小孩都没关系。当小孩他拿东西给你吃的时候，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给他吃。就是你在小时候你养成这种习惯，你拿东西给他吃，你吃他拿东西给你吃，你有吃，以后他每一次他要吃东西，他一定都会想到你，都会先拿给你。慧雪女儿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在之前慧雪会常常说不要你自己吃，其实都会觉得说那小孩子吃个零食我们不喜欢吃。可是后来慧雪就是有看到这样的报道，觉得说当小孩他现在有在想到你的时候，你要习惯去接受。所以小孩拿东西给我吃的时候，慧雪都会不管有吃没吃装个一样吃一下也好，这样子要谢谢他吃东西就想到现在慧雪的小孩，他同样只有倒一杯水或者拿一个饮料也好，拿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他要吃之前他都已经先给我吃一口，然后他才自己吃。所以其实真的你从小的这个身教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的奠定在他们小小的心里面是很深的。好，那第三点呢，教是我们立身行道的基石然后孝呢，其实在我们世间的孝就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小孝，就是以物养亲嘛。然后呢，第二个忠孝就是以事顺心的
大孝呢就是以德拔亲了。那最小孝的部分就是说，你拿东西去供养父母。我们所谓这些干食供养让父母衣食无缺了。其实在你让他吃，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孝道。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论语》里面都有念到这一段子曰：“今之孝者，自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你今天拿东西给父母吃，然后但是你没有心存敬意，你只是让他喂养他，那就跟你在喂一个猫啊、狗啊这样子。你看现在的猫狗，真的都是吃好、穿好、用好真的人家说的所谓的好狗命就是这样或许常常在路上看着人家推着那个婴儿车，还以为里面有小孩，然后就好奇的看了一下，就里面都是小猫小狗的那这样子用心推着、呵护、抱着，我们常常讲说，那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呵护？我们常常想说，多久你没有去抱过你的父母亲了？你多久没有跟你妈妈这样子好好的呵护她？你看现在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推也不是自己小孩在推，现在几乎都是外劳在推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跟父母她怀孕，就是我们要刚刚前面第一章读，就是你在妈妈的怀里，你可以自主独立的使用至少要3年的时间那我们有办法用这3年对父母这样子做一些孝敬的动作嘛？所以在那个大海那个什么阿含经里面也有讲他说父母父就到你让你的父母坐在你的左肩，你的母亲坐在你的右肩他在你的肩膀上面，你这样子供养他，你背着他，然后甚至他在你的肩膀那种屙屎屙尿，他这样子这些，你这样子供养他到他100岁年老都还没有办法报答他这辈子养育我们的恩情所以说《孝经》里面也有讲到，他说虽日用3升之养，犹不孝也。如果我们今天只是给父母吃，然后就只有做到这些表象的东西其实这不算是一个孝道了那后学这边有一个孝的影片，就是它比较长，后学就是用人家有把它就是缩短。这个女孩天生残疾，但不可思议的是，她拄着拐杖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而且还赢得了所有正常人。一部真实故事改编，感人励志，建议分享给孩子们看一看。女孩从小一条腿发育不良，只能一条腿走路。母亲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只能和父亲相依为命。可不久前，父亲又得了脑淤血，整个家的重担就落到了女孩的头上。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在家照顾父亲。家里的钱很快就要花完了，但还要给父亲治病买药，他只能出去找工作。可因为是未成年，而且还是个残疾，就连刷碗老板都不肯用他。这天他在找工作时，看见了一张马拉松比赛的报名表，拿回家里一看，第1名奖励3000泰铢。他看着家里马上就断粮了，父亲的药也没有了。再看看躺在床上的父亲，他决定去拼一下。第2天，他拄着拐杖站到了人群之中，所有人都对他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眼光。比赛开始，女孩一瘸一拐，努力的不让自己掉队，运动员们也对她议论纷纷。可最后，她还是被拉开了急转痛击的热又泪。她终于接受，所以她还不能放弃。看着父亲曾经在她拐杖上刻的字：“如果可以，爸爸愿意为你受罪。”但现在她要为爸爸受罪，所以她再次站了起来。同学们见到她参加马拉松比赛非常吃惊，曾经拒绝过她的老板也觉得不可思议。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她终于走到了终点。但这一幕让人十分感动，所有人都在这里一直等着她，包括那些运动员们，没有一人冲过终点线，因为他们要把第1名留给这个女孩。原来有人把她拍了下来，然后发到了各大社交平台上，于是就有人讲出了女孩的经历。
然后他感人的事件迅速扩散，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为他捐钱。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不仅仅拿到了第1名，还让他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父亲终于能得到治疗了，他没有因为天生残疾放弃自己，更没有因为父亲生病放弃父亲，而是努力寻找救治父亲的方法。是孝道使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就算生活再苦，他都一直在不懈的坚持。所以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不要随意的放弃，咬咬牙坚持一下，早晚会过去的。好，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啊哈，因为她是一个残疾的一个女孩子，她也没有赚钱的能力啊。当然，孝不是用金钱或物质来衡量，可是她要帮忙分担她的这些家事，照顾她的父亲哦，她没有办法，也没有人要用她，所以她就只能想到这个方式。那社会其实是也蛮有爱心的，现在的社会尤其这种社群，其实也是一种优点啊。大家这样子普遍的传达出去，就可以让他其实他是孝，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所以说这个影片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哦，孝就是不好意思，同学，不好意思啊，所以其实孝是用我们的那种行动来那个实践的。那第二点呢，忠孝呢就是以事顺亲啦哈。其实不入父母啊，这也是我们执行孝顺的那种之一啦。因为有时候啊，父母啊，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有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啊、动作啊都比较迟钝了。有时候呢，他的一句话可能他也会这样子重复的问。以前后学在日照老菩萨的时候，真的老菩萨这个跟老菩萨在一起，你才真的能感受到说，我们人其实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尤其现在社会啊，失智的问题也还蛮，就是在目前的话，失智问题真的很多。有一些人他真的刚开始在失智的时候，就是他很容易健忘，然后事情讲过了呢，就一直反复的在讲。那当你是晚辈的时候，跟父母住的时候，他一直除了动作变迟缓以外，他的讲话啦，然后记忆啦，也是常常在反反复复的问。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同理心跟这个耐心去体贴谅解他们？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很多烦事要烦，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小孩也好，我们很多事情要来那种自己要去负担。那家里如果又有长辈同住的时候呢，其实长辈他们是很孤单的。或许常常看，除了现在已经没有日照，或许偶尔都会去老菩萨家里这样子看一下他们但是真的是发现这些老菩萨，除了可能有外劳的陪伴以外，有一些他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那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退化真的是很快。你跟群居生活跟单独生活真的是差很多。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跟他对话，那每天就是只有在那边看看路啊，看看天空啊，然后眼神就变得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灵活。当然你回家他就迫不及待想要跟你讲几句话但是要跟你讲话的时候，当我们又很忙的时候，我们的耐心可能就会降低。那这边有一个影片也给大家看一下。
αυτό. Ασχολείται.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Μόλις τώρα στο πατέρα σου, γιατί είναι.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ι είναι, πατέρα.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ι. Σπουργίτι.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Γιατί το κάνεις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πορείς να μου πεις τόσες φορές σου είπα, είναι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ι. Δεν το καταλαβαίνεις. Πού πας? Δυνατά. Σήμερα ο μικρός μου γιος πριν λίγες μέρες έκλεισε τα βιβλία και καθόταν μαζί μου έξω στο πάρκο όταν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ι ήρθε και κάθισε απέναντι μας. Ο γιος μου με ρώτησε 21 φορές τι ήταν αυτό. Του απάντησα και τις 21 φορές ότι ήταν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ι. Τον αγκάλιασα τρυφερά και τις 21 φορές που μου έκανε την ίδια ερώτηση, ξανά και ξανά, χωρίς να εκνευριστώ, κάθοντας στο οργή για το αθώο μου ωράκι.那影片我相信应该也蛮多也看过，然后也我们在读书会啊什么也很多浅都会讲到有这部影片嘛。其实对父母的这种耐心啊，还有体贴体谅啊，其实我相信这个爸爸应该不是失智，他只不过是觉得他的孩子在旁边，然后就是虽然两个在外面这样子坐在一起，可是呢，他们并没有什么交集，小孩就只看着他的报纸，然后父母这个爸爸他也希望可能跟小孩子讲几句话，去跟他对话。那小孩你看第一次问这是什么时候，他还有点耐心。那第二次开始呢，口气就有点不是那么好了。当他在问过3次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就上来了所以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句一句，他不会讲话，我们这样一句一句这样子教他从牙牙学语到他这样会讲话，这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父母呢，我们对父母的那种态度跟口气啦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大概注意一下，平常或许会忽略，不是故意的，有时候讲话出来这个语气就是这样，那不是故意的。所以当你有警觉到说我的口气啊有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需要自己去修正一下，或者再跟父母跟他再好好的聊一聊。有时候他也会受伤啊当父母我们自己就知道啊，小孩有时候脾气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脾气啊，或许他就觉得他们讲话的口气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你听起来你就觉得你态度怎么感觉不是很好，讲话可不可以注意一下态度问题然后后学都说我们家有青春期的少女，
青春期有时候也是举棋不定啊，有时候脾气一来也会讲话出来都不耐烦。然后呢，我说你青春期就遇上我是更年期的那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所以常常比较会有对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事后都还会想一想因为他有他的情绪，我没有我们的情绪，那就一定这样才蹦出一个火花来。那但事后我们就是自己要再缓，自己再思考一下，然后大家又再言和，就是把这个关系要再把它磨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了。小孩自己本身他自己的口气也很重要。那当然是自己的父母，我们都自己跟自己的小孩我们都可以容忍。可是呢，我们也常常听很多人在生活的客人来也会分享跟婆婆的相处什么。如果今天这是换成是婆婆，可能马上就恼怒了，一句话两句话他就恼怒跳起来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些长辈对父母我们反应常常不自觉，就会像这样子。那其实爸爸妈妈都一样，他们也能希望自己可以跟上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有这些同样的话题因为现在的这些科技这么进步然后现在话题不断，他也要勉强自己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他就怕自己常常忘了在这个背后。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是要从内心来顺从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好，那第三点就是大孝以德发亲。如果在世间的这个以世间的孝顺，就是要光耀门楣以前的光耀门楣，古时候其实就是说，你古时候的当个一师半子或者中状元当官回家，就是可以光耀门楣可是在我们现在在道场在修行来讲在孝经里面的第一章就有告诉我们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们所谓的一子成道，得福升天嘛我们如果在修行我们好好的修办其实你在度，不是只有度我们这一辈子的父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些累世的父母、现世的父母，还有七世的父母，包括一切众生的父母这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样才可以彰显我们父母。但是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个人树立自己的品格，执行这些正道以外其实修道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走，自己在帮办。我们常常说我们在道场都可以惜家带眷的修行也就是说子女可以跟我们一起帮办可是你看我们目前在道场子女会跟我们一起出来的其实也是不多我们二代断层呢，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浅显都知道说我要自己好好的来修办，知道道很好修道也很好，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把孩子鼓励出来，把他引导出来。其实我们道场也很多小孩都有亲口如数了他从小也都是胎里书但是他不一定他会出来道场帮办，那这是我们要审查的问题因为这个又拉回我们前面讲的言教跟身教，我们从小呢就必须带着他们做，因为我们自己在道场，你觉得道场好，小孩感受不到。那如果我们从小就可以带着他们做不管你在家里让他帮忙做家事卖给囡仔做，卖给洗袂清净，你从小以前后学也是很怕麻烦，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来帮忙洗碗帮忙做厨房的事情，或许会觉得我自己做一做就好了，这样子不了跟不就不很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们都不要动，对好，我自己赶快速速的解决。可是呢后学妈妈阿嬷就对小孩很有耐心，阿嬷就让他们就说
让他们在那边洗碗，在那边切菜，不管切的大块小块，反正就让他们去那边用。可是小孩越做，他就是你小时候做不好，他碗洗不干净，那你就等一下再回头，他洗过了，你再回头再把它冲一冲就好了。你不要不让他做。当他在好奇的时候，他想要帮忙的时候，你不让他做，那等到过了这段时间，长大他有自己的朋友，或者长大了功课繁忙了，他根本也没有时间想要来帮你，他也不想帮了，他顶多啊，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做，他就不会想要来帮你做这些事。所以说，小孩从小我们要让他习惯。就是帮忙做这些事情，他跟我们在道场一样。你今天在道场，不管是做一些无畏师啊，或者是参班听课啊，其实我们都可以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来。入班参班，他们也是在耳濡目染，这个可以奠定他们的行为，做他们的标杆的，以后也是他们修道的一个基础啦。我们所谓的道化家庭的延续啊，这样才是一个大孝的展现啊，而不是我们自己走就好。因为后学其实也听过蛮多道场，也有一些前贤在讲啊，我们自己就是道场走了几十年了，可是孩子他们没有办法认同。小孩小的时候也都有读经哦，也都有在道场，可是父母从小就是可能只帮办道场的这些事物都出来忙。可是忽略跟孩子的互动，其实孩子也是需要陪伴的。你在陪伴他们的同时，你才能告诉他们，你来道场做对他们有什么的好，他们也可以看得到道场的一切，而不是我就走我自己的，那就是跟刚刚我们讲了，洗碗你们洗不干净，我自己弄一弄就好了，不要麻烦，那你这他紧，其实都是要孩子慢慢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日常，我们在佛堂，我们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你来上课，现在上课很好啊，不是只有以前，只有听到就是听经典、听道理，可能小孩讲台语也听不。现在的道场有很多都是可以听一些青少年班的，要让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然后用一些他们可以了解的方式，然后带进去这些道义，那孩子他就愿意慢慢的跟进啊，会跟着我们一起来道场，那这样道场才会比较有新生代出来，也会比较有活力啊，而不是一个世代的断层。所以这种我们要立身行道，不要只有自己来走，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携家带眷。一起把他们带出来。好，那慧学的结语呢？孝心呢，就是我们的佛心；孝行就是佛行。那慧学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来做一下慧学的结语。心痛了，哭了，碎了，人才能真正懂得悲伤，懂得难过，懂不懂得都要放手。等痛了，哭了，心碎了，才知道岁月不回头，时间不会为谁停。
寒，牵挂的有风吹着，吹得我胸口隐隐的痛，阵阵的痛。心痛了，哭了，碎了，人才能真正懂得，懂得悲伤，懂得难过，懂不懂的都要放手。等痛了，哭了，心碎了，才知道岁月不回头，时间不会为谁停留，懂了以后要把握。爸爸妈妈的岁月一点一滴的流走，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知道要把握。心痛了，哭了，碎了，人才能真正懂得，懂得悲伤，懂得难过，懂不懂的都要放手。等痛了，哭了，心碎了，才知道岁月不回头，时间不会为谁停留，懂了以后要望着那白发斑斑皱纹漫布的面容，心祈祷着，愿你平安健康，永远快乐，无烦无忧。好，那影片哈，其实可以看到父母采访，真的也是一种幸福啊哈。其实在我在大奇经也讲，其实佛他已经涅槃，不在世上了。那我们的父母呢，就是我们家中的两尊佛，所以我们所谓的孝心就是佛的心，我们对父母所做的行为就是佛的行为。好，孝真的要及时。我们常会讲一句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都觉得来日方长啊，等我人生我们觉得来日方长，可是人生总是一种无常。我们都想着说啊，自己生活好过了啊，没有一些经济生活压力了，或者是说啊，工作有空档了，事业有空档了，我们再带父母去哪里玩啊，去哪里吃好吃的啦。但是呢，父母亲他是否有福气可以等到他们的子女有空了呢？所以或许呢，今天的课程参参知知啊，那或许常常在笑说，或许没有什么道学啊，可能就是有胆识而已啊。那可能有一些不圆满啊，或者讲的有错误的地方，那祈求上天慈悲。那也请雅安师还有各位前贤给后学指正。那后学在此呢，感谢各位前贤的聆听，祝大家法喜充满，平安吉祥，感恩。好嘞，谢谢林讲师今天的讲是孝道实践的孝道实践见证了有讲人生五三不等啊，第一就是孝行不可以等，第二是善行不可以等，三是修行不可以等因为你没有孝行，好你做不出来绝对袂使等的，你一定要依靠你的时段嘛。善事大家拢做爱做啊，对不对？迄嘛袂使等的。第三点是修行袂使等，尤其咱这个是要一世修一世行，尤其咱这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会当先去入修咱若不来修，足可惜的。伊过去要修行学道，毋是这样容易呢，爱去青山古洞去苦修苦练，也无一定有道人得。咱即个互咱道互咱得着啊，咱一定爱尽孝行善来修行学道。感谢呢，过来员讲咱这身教语言教啊，因为伊拄则连讲是讲伊伫读经班啊，加伫迄个这日照伊感触良多啦。因为咱拢时常像读经班，阮迄个伊人伫读经班安尼伊嘛所以良多。伊倒来时阵会去洗碗，伊妈妈就翕起迄个从这洗碗的、做家事的透去读经班，去着去家长鼓励伊，所以阮迄个伊人是做优秀，我嘛是做优秀，伊逐个拢会帮忙做家事，伊就有去参加读经班，有伫遐受着老师的教育，所以我感觉讲感觉讲真好就对啦，过来是讲身教言教，因为咱伫修行学道当中，咱拢知影道好，但是呢，当咱在活动的时阵，咱拢就是无从主导，迄个大家拢无带去活动。我会记咱一届去迄个正和寺院参访的时阵，人伊的班是全家总出，有一个弥勒日。规家细汉的老的拢要去活动，细汉的呢去参加细汉的班，老的参加老的班，小汉的参加小汉的班，因大家拢足期待去个。我感觉因安尼实在，我感觉讲迄值得咱去效法啊。咱遮较早时候，互遐个囡仔拢细汉的时阵，我嘛是拢带去读经班的，但是呢。咱迄阵的教育较无遐尼完，遐尼好啦，有切，遐尼支持着对啦。咱迄阵嘛拢鼓励着讲因咧读册呢，读若无好要安怎？咱拢想着因的福报啦，想讲因迄个学生就是爱读册，但是呢，你来活动一个月去一班两班，对伊的迄个学习惯有啥物影响？无影响。颠倒有加分的这个作用，但是咱做师大人的拢无想法对遐去，拢讲伊还个细汉的，其实你细汉若无拖出来大汉要拖出来就无用意啊，因为呢，咱活动的教育比你校的教育搁较好，因为尤其即摆学校的教育拢是对学识上伊对上迄个公民与道德根本无咧教，毋是像阮细汉的时阵，阮还阁有上着公民与道德，教你迄边做人的这个道理。即摆无，即摆拢讲教你免去趁钱尔，所以咱来活动，他会当互咱讲你来学做人，免来修行学道，因为你也看世间，你像阮已经拢迈入。感谢，你那个经过啊，但是我已经经过啊，我慢慢体会到老人的滋味啊。你讲互你听，你嘛讲较有可能，你想袂出来，你一定想袂出来，所以老师在讲，没有身临其境，绝对没有影响。你一定要有身临其境，你历其境了，你才有迄影响。所以你一定身教加言教。重言教，一定个伊是讲身所行，口所言，思维造作，就讲咱一定要有这个思维的，对啦，爱想啦，想看免来做啦。伊讲小孝是义务雍亲，中孝是义肃顺亲，大孝是以德拔亲。拄则嘛讲
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非常好之水啊。啊，入心行道，幽冥以后是以迄父母好之种呀。哦，咱时常咧听，但是呢，知影讲爱信啊，啊，啥做大好，咱是来修行道。哦，啊，确实对咱世大上大的这个孝顺就对啦，安尼。啊，因为呢，今仔连讲师吼，来讲了袂歹啦，啊，迄个咱帅来请电视来做个节语，哦，免请可能是慈悲。啊，咱领任副领任各位前贤大德吼，大家安安吼，非常的欢喜啦吼，当然今仔日嘛是沾着咱天恩师德哦，咱老前人五大牺牲成前人以及现在领导我们的周前人副前人。以及点传师各位前贤大德呢，慈悲当然咱大家呢当会当伫这个线上呢会当来做伙聆听讲师他有宝贵的一些道理来供我们更广泛的这一种学习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当然就是透过视讯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像或许参加前几天的那一种点传式的法会，新加坡呢吴经理他是想搬过来这一边参加。但是他的政府好像不容许了，所以他也就在这3天一样，在他的家里就视讯跟我们那个前人慈悲呢用这一个视讯，让他可以同步呢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点传式的法会，所以这个是在科技上来讲呢，真的是很好，那今天呢，我们莲安讲师非常的慈悲啦，那么为我们来开示的孝道实践见证，那当然顶任也有讲到，现在呢，也许是。工业时代，那以前对于道德教育呢，可能比较有去着重。那现在呢，可能减少很多那一种道德的教育，都是教育一些科技，科技。那当然。有受到教育的时候呢，难免还有很多不足。那如果少于道德的教育，那当然呢会更加的凄惨了。所以现在来讲，你看虽然科技发达，但是这个道德沦亡，在或许。小时候呢，科技还没什么发达，但是人心都很纯善，都很纯善。那为什么？因为人本来就具足的这一种德性，具足德性就以前呢，前辈者呢，他们都没读书，但是呢，为人。处事都是一个，也不会被外在的这一种文明呢来埋没了他。那当然，当时也比较没有文明啦，他就可以比较能够守住
本来的那一种情境。那因为物资的丰富，应该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久而久之呢，都被了这个外向而蒙蔽了，所以变成一个功利社会。那当然，在这个道德沦亡的当下，那孝道呢，当然也跑不掉。因为孝道来讲，也是在德性里面，也是在德性里面。那当然呢，也是受到考验，所以说呢，不断的针对了这一个孝道呢，当然还是要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的一些年轻学子呢，能够来更了解，那更加注意，父母亲呢，母亲怀胎10个月，3年如无10年教育，真的，人讲若无手抱孩儿，唔知影爸母死啦。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呢，看呢好像特想象的当有一天结婚的，真的哭出来了，因为照顾小孩呢，跟那个没有照顾小孩是差很多的，那当然有的年轻人呢，也已经知道照顾小孩呢是很辛苦，干脆就不要结婚，那也不要结了婚也不想生小孩，那当然还是有去考量到经济的，那不过呢，现在来讲呢，针对在这个方面，就会比较有问题，所以呢，在道场不断的能够来一起研究，来凸显的这一个孝道的一个重要，那因为有了孝道呢，其实这个家庭就非常的和谐，对我们人生来讲呢，是最幸福美满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真的就是命运坎坷了，命运坎坷。那当然，我们有一个生我们身体的母亲，那也有生我们灵性的老母，刚才领人也有讲到这一点，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修办道？因为老母在三草普渡的时候，在末后一早当中，又这一种天时紧急，我们来看，你看天灾地变，一年不如一年，灾劫越来越多，这也是过去先佛已经跟我们讲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就是一切的祸福，有一句话讲，祸福不门，以人自招，拢是咱人去做出来。所以讲呢，上天伫这个最后，唔但是降道，要互咱得道，这嘛是咱老母娘当时伫三山坡地母娘的时阵呢，老母娘也跟我们讲，在三期末节的时候呢，伊会亲消失亲亚信来甲咱讲，爱回天。所以毋知先降下了伫这个大道，互咱了解咱有一个主人，咱有一个佛，包括咱的玄关窍，就是生死门户。那么咱今日已经得到这个道咱要安怎警告了世间有好事大人记住那当然，咱老母她也是非常的担心这一些原胎活子呢，在这末节年没办法回到未来的无极里天，所以他降下这个道呢，其实也希望更多的原胎活子能够得到修道，在今生今世呢能够圆满，那在这样呢，真的就是圣还如意了，所以说
各位前贤呢，我们都已经得到了。那在如何帮忙我们老母找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来度化他之外，一定要成全。各位前贤，如果过去有渡人的，一定要请我们的干部协助我们要再去给他缓亲，鼓励，让他们能够更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一个道场。第一，我们可以学习疗院，那也尽到我们对老母的一个孝，那也可以对我们在世的父母一个大大孝，因为我们累积的功德，九贤七子尽沾光嘛，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建立功德，把握在当下的同时呢，我们真的各位前贤大德，当然后天很忙，其实先天比后天更重要的，因为人生无常。你看宜天的女儿，好像是30几岁，她也不知道这么早就会离开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后面要讲的就是人生的无常啊，不是年轻就不会死掉，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握在当下为重，做的就是我们的点点滴滴天际前呐，所以说呢，我们在道场能够学习的希望各位前贤大德一定要多学习，能够帮办的大家在忙中脱闲便是闲呐，那这样能够创造圣环如意，那我们可以行功了愿，道场可以弘展，兄弟姐妹更多呢能够得救，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或许也不要再耽误了，我们还有一个盛事，那最后呢，或许在这里感谢我们莲安讲师的慈悲，那这段时间来呢，也非常的辛苦啦，也要先天也要后天，那今天呢，在这个孝道呢，也阐释的非常的好，那希望我们往后呢，大家能够更好，道场更好，感恩。谢谢莲师慈悲。好，谢谢莲师慈悲。那我们现在闭班，大众请起立，预起闭班。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全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待会见。再见。盐水轰炮后，晚上6点半就在武庙释放7座炮台炮冲，然后9点在盐水国中4座主炮冲，现在是第4座炮冲。星光人寿进线了，第3是国泰人寿，第2是日立冷气，第1不知道是哪个企业的，还没有观看到。从6点半直播到晚上10点半呢。蓝天电视台直播。赵坤元议院，赖慧妍是议会，蔡议会是议院，长视县的议院。我刚刚看到外国人了，你看都戴安全帽要戴保护的。
保护的，脖子要罩毛巾保护，穿厚的牛仔裤、牛仔衣，鞋子也要防泡呢，裤管要塞到鞋子里面的，要戴手套。盐水放风炮，因为疫情啊，我有直播，所以现在从手机看直播已经在盐水国中放主要制作炮仗地制作了哦，星光人寿建线了，第3座国泰人寿，第2座日立冷气，第1座不没有直接看到听到不知道。9点就在盐水国中释放，有放天河，有放风炮，要戴那个很多防护眼镜、头套一直衣服、裤子都要很厚的牛仔衣裤、红外套。脖子要围起来，用围毛巾围起来。蓝天气用心的直播，裤管呢要扎到那个鞋子里面，做好保护措施，还要戴口罩哦，防新冠肺炎疫情。光绪清朝末年，光绪11年，日本的盐水武庙那边有盐水那发生瘟疫，然后民众请示武庙关上去经指示说要绕境放鞭炮，用鞭炮的烟硝流放烟硝，清除空气中的病毒。瘟疫病毒，后来有效，然后延续下来，变成为烟硝最放的风炮。如果没有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话，元月13号晚上就要绕境放风炮，元月14号晚上也有绕境放风炮，绕到好像隔天早上，你看2天的晚上的活动到隔天凌晨，放得很广，放风炮，然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静电才采用静电释放风炮。根据武庙的人员说，有15个静电，他先从武庙开始7座炮城的风炮释放，然后9点是在盐水国中是主要炮城，有4座主要炮城风炮的释放，现在是在盐水国中9点就要开始了，现在已经快10点了，你看放那么久，直播活动是到10点半而已。下一个重要的地点可能是大众庙，大众庙在古代清朝时候是巨坡町，就在台湾海峡旁边的就是港口，
这个已经港了，接触那个台湾海峡的那个地方了，已经港出口那个地方了，有庙呢，寄托亭，现在是大众庙，叫大众庙。那边也会释放那个气风炮，也有炮车。这个炮场好像是卡车载来的，卡车的车厢呢做成那个炮车，你看车厢上面还有一层，也是很多的轰炮。据说有3层的，那卡车的左右面呢都可以自动掀开了，然后你看就可以看到炮车，都可以放轰炮，据说总共释放200多万发的冲天炮。有的是只有盐水国中这边制作主炮城，就200多万发，全部整个晚上释放的轰炮了。200多万发已经很多了。有放轰炮，又放烟火。有放轰炮，有放烟火。刚刚也看到外国人来看了，还在做现场那个导播了，现场说明。都要戴安全帽，防护设备。星光人寿进线了。谢谢咱现在讲差不多3套完了，我们蔡依瑜咱一位你看咱爱站起来，瑞秋龙炮，真正厉害。敢啊！近距离接触那个炮，冲天炮啊，真不简单呢。那个打到就好像那个石头打到。直播说要到晚上10点半，但是现在10点01分了，已经在喊再见了。还有那个蓝天电视台要报道。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由小黄伟德进行制作的主炮城的一个这个起炮。到今年的盐水风炮因为疫情的关系缩小规模来做举办，没有做这个绕境，同时也没有让民众来做离炮。但是今天晚上透过直播的方式，将炮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情形，透过直播方式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做分享，也期待说今年的一个炮城释放之后，能够将疫情来做退散，我们明年能够顺利来正常的举行我们的盐水风炮。那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盐水武庙广场进行相关的直播就进行到这边，也祝福所有的乡亲朋友们能够平安健康，也希望我们台湾的疫情能够早日退散，来恢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2022年台南的盐水迎风炮的现场直播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所有来做观看的这个朋友的一个
收看我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大家，谢谢。优秀，蓝天电视台在做介绍，优秀。具备了5个特性：仁义礼智信。所以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我们本身要让它成为一个家。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可是我们有条件吗？这个条件不是我希望我就能够达到，这个条件是靠调整来的，是靠修来的。从自己的调整、自己的修持里面，才让这个家能够温馨，才让各家能够互助合作，才让这个家能够谦让，才让这个家能够自在，才让这个家相互之间可以互信，可以信赖。这个都是修来的。所以大学才讲，治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如果不修身，怎么齐家呢？什么叫齐家？齐家就是让我的家变完整。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具备了这5个条件，这个叫做齐家。而要做到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有一个像样的家，从哪里来？不是从别的地方来，而是从自己创造条件来的，自己修来的。所以为什么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难念在哪里？回归一句话，难念在修身。人难做，难做在哪里？难做在修身。所以一切反观回来，自己不创造条件，所有的难关我们都难以度过。连我们最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我们都达不到。即使回家了，又怎么样？这个家没有这5个特质，这个家能够像一个家吗？没有啊！家不能像一个家的时候，怎么孕育下一代呢？不能孕育下一代，我们这个家又能够产生家的价值和特质吗？不行。所以让家庭幸福是谁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回家，必须部署的先从我们内心当中去调整开始。来，我们就进入到主题。主题：回家如何的超前部署？后学就用这6点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第一点，先确认方向，以养心智。我要往哪边去努力？我努力的方向要对，方向错了，我回家也没有用。我的家往哪边走？我要往哪边用心？我要先确定方向。第二个叫做依理而行。回家它有一个蓝图，要回家它有一个蓝图，要回家轨迹，我必须要因循的轨迹而走，因循的轨迹而努力，所以要依理而行，而养规律。第三个就是要掌握情绪。人难免遇到逆境，遇到困难，
情绪会出来，情绪出来，我们就不想回家吗？我们不喜欢照着规矩走，情绪出来了，所以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回家？会。所以情绪部分是我们回家的障碍，所以要掌控情绪，以养涵养。第四个就是勤洗华理，以养理念。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们心灵会受伤。心灵会受伤，要不要疗伤？要。怎么疗伤？用华理来疗伤，让这个真理里面能够融入到观念，让我们的观念有养分，我们的心有养分，能够得到了华理的洗涤，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强大。第五，强化身心，以养恒毅。我们得了很多华理，听了很多道理，要落实在身心里面，要消化，要务实，要扎实，让身心里面更强大，更有抵抗力，更有抗拒性。这样的话，我们遇到很多难关，会过关，不会卡关，不会被卡死，不会被卡住。第五，当我们身心健康了以后，我们要什么？灵济资源。身心越健康，我们灵济的资源越具体，越能够凝聚于把它聚焦，把它凝结起来，把资源不会去浪费掉，不会去浪费掉。所以凝聚资源，以养性德，带着这么多的性德，这么多的德性，就是要回家，回到家里，用我们这么多的德性，来让这个家有像家的感觉，来流露出仁义礼智信，让我们的家完整，叫齐家。所以针对这5个，针对这6个，针对这6点，或许一点一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确定方向，以养心智，就是确定决胜点。人要知道说，我胜败的重点在哪里，我决胜点在哪里，一定要先抓到决胜点。要抓到决胜点以后，我们才知道要往哪边去努力。所以确定方向，以养心智，我们先要确定决胜点。我们先要了解谁要回家，往哪里回家。我们要先想，我们谁要回家。我们讲这个回家，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白天努力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想回家，是在讲这个身体。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回家，不只有这个身体要回家而已，而回家来创造我们家，让我们家幸福。那相对的，不只有我们这个身体要回家，我们的灵性要不要回家？要。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也是我们的灵性要回家。
而灵性就是我们的真相，也是我们的关键人物。所以身心灵，身心灵，身心它是一个工具，真正的主帅是灵，真正的主体是灵，真正关键人物是灵，真正决胜点是灵，是我们的灵性，是我们的自信，所以它就是关键人物。所以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关键人物了？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的真相。当你找到这个关键人物，这个真相以后，自然你就知道要往哪边去走，去用心。所以有真相，才有方向。没有真相，它就没有方向。人生就像一步棋，人生就像一步大棋，下一步大棋。这一步大棋里面，我们要了解，主帅有几个？主帅只有一个。这一步大棋要下棋之前，要不要先了解我的主帅在哪里？要不要先找到？那个主帅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决胜点。所以它是一个决胜点，所以它是一个胜败的关键，它是一个生死的关键，它是一个雌雄的关键，所以叫做一决胜负，一决生死，一决雌雄，而万华才归一。整部大棋里面，你要先找到主帅。这一盘大棋你不先找到主帅，那这一盘大棋我们是怎么下？我们会将副帅，我们会将所有的副帅、所有的兵都把它当成是主帅。那这一盘大棋怎么下？主帅在哪里你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求到了，有没有找到真相了？找到真相就是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主帅，我们身体也是主帅，身心是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为了要保护主帅。所有的这部大棋里面，每一个棋都是主帅的工具，每一只棋它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能力。你投入了很多心在下这一步棋，可是要不要先知道主帅在哪里？要先知道主帅在哪里。对，所以这个主帅才是决胜点。所以为什么会讲一决胜负，一决生死，一决雌雄，万法归一？这个一又代表什么？所以老子才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呢？道它就是无极，无极就是无形无相。道是无形无相的，可是道是无形无相，可是它会生一，一就是太极。太极就无生无息，无形无相生出来的太极一定是无生无息。所以那个叫独一无二，所以道
生一，一就是独生主，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道是无形无相，可是里面有一股太和之气，哪一股太和之气叫做无极？所以说天有没有道？有，可是它是无形无相，你感受不到。天有道，无形无相，你感受不到。可是它里面有没有一股太和之气在运转着日夜星辰？有，那一股叫做道的气，那一股叫做道的气，那个叫太和之气。大地呢？大地有没有？大地也是有。道是无形无相，可是呢，它在大地里面有没有一股气？有，那叫地气，也是有一股太和之气，所以万物才能够生生不息。所以太和之气是一股动能，可是它是无声无息的，你感受不到的。所以天的真相就是道，所以叫天道。地的真相也是道，所以也叫做地道。可是它这里面都有一股无声无息的太和之气，那个太和之气就是一。那讲到人呢？有没有一股太和之气？有，那一股太和之气叫做灵气，叫做灵气。你身上要不要有灵的那一股太和之气？灵性的那一股太和之气，要不要？要。我们的身体也要。我们身体要有那一股灵性的太和之气，所以五脏六腑里面整个运转循环都是靠那一股灵气在推动，所以叫做气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那一股气，灵气它必须要疏通，这样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健康，身体有灵气，那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理有没有灵气？有。身体要健康，我们的心也要健全，所以我们的心的灵气是什么？是仁义。仁义的心，仁义的心是我们的灵气所产生，我们的灵气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本质，自然本质，所以叫仁义之心。佛家在讲本心，佛家在讲本心，是灵性、灵气在心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那个叫仁义之心。所以道是无形无相，它是靠着一股一的太极的灵太和之气，再让道产生功用的，再让道产生功用的。我们的身体要健康，也要靠那一股的太和之气；我们的心理要健康，也要靠道的那一股太和之气所产生的仁义之心。
和人全部都有太和之气，甚至于连万物都有那一股太和之气，万物才能够生生不息。所以那一股太和之气才是所有天地人的决胜点，那个叫一。那一股太和之气也是万物生死的决胜点，也是一解雌雄的决胜点，也是万物所全部要归属于这一股太和之气来运转，所以叫做万法归一。所以六祖慧能祖师才讲，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六祖慧能祖师讲的，自性就是我们的太和之气，自性就是我们的太和之气。我们的身心里面都要让太和之气的灵气来带动，这样我们身心才会健康。所以自性它就是一，它能生万法，所以叫做万法要归一。所以说我们孔夫子才讲无道一以贯之。我的道用什么在贯通？用一来贯通，因为道是无形无相，没有那一股太和之气，我道就是一种空寂的东西，它是无用的。所以必须要有一股太和之气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叫做仁义之心。所以道它是一个概念，要让道产生真正的功用，是展现我们内心里面的仁义之心，让道产生道的一个价值出来的。所以说无道一以贯之，我的道它是空寂的，用什么？用太和之气来贯通，让道能够展现出道的一种道的一种形象。所以道是体，一是用，所以道是天地人的真相，有了真相就有了方向。我们已经了解了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灵性，它是一个决胜点，它是我们的主帅。可是我们这所有的副帅，所有的兵，要不要听从主帅的主导？要不要？要。主帅的心智，主帅的一种意志力和一种意向，要不要我们跟我们的主帅要同步？要不要？要。这样才能够上下一心。所以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主帅。我们的主帅里面它有灵气产生出来的一种本心，那种本心叫做仁义。我们的主帅他具备了仁义之心，那我们身心的这些君臣，这些臣子要不要有仁义之心？要不要配合？要不要共鸣？要不要共事？要。所以以后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往仁义之心下去努力，因为我们找到主帅了，我们找到真相了，我们以后要往仁义之心下去努力，那才是我们要跟主帅同舟共济，跟主帅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因缘里面
我们好好的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同舟共济，我们精诚一心，在这个舞台，在这一盘人生的大棋里面，我们好好过我们的一生，那我们是不是不忘初生？所以为什么会跟我们讲说方向才是最重要？找到主帅，找到了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这个才是我们要回家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个叫决胜点。所以查尔斯·希德林常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发现问题的真相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因为我们只想处理问题，只想解决问题，可是真的真相在哪里你找不到，问题的真相在哪里找不到的时候，你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那事情有真相，那我们人有没有真相？我们人也有真相，我们人也有真相。而这个真相，我们在求道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先找到了人有真相，事也有真相，事要找到真相，解决事情的问题；人要找到真相，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人最难做？重点难做在哪里？难做在我们没有找到人的真相。所以人的真相找到了，你会难做吗？不会，因为什么？目标明确。主帅在哪里？你知道。主帅具备了什么特质？你知道。要往哪边用心？你知道了吗？跟主帅同心。主帅是仁义之心，我们就仁义之心，就是这么简单。那问题是不是全部解决了？那就解决了。所以说，以前有一些人在问说，人心好就人心好，干嘛一定要求道？人的心好，为什么一定要求道？人的心好，就好像我们具备了一把长枪，你的枪法很准，你这支枪很好，可是你找不到目标来使用这个枪支，你找的目标是错误的，那这一把枪有用吗？技术好有用吗？没用。所以说，人好，心好，代表说你技术很好，枪法很准，很恭喜。可是找到目标比你枪法好，枪好还更重要。所以找到目标才是第一步。第二个主题就是要依理而行。依理而行就是修正我们的用心处。我们已经知道主帅在哪里，我们主帅具备的就是一种领的气。主帅的那一股气，那个他的心是什么？是仁义之心。所以仁义之心就是我们以后要慢慢调整了，所以我们要修正了我们的用心处。可是要修正怎么修正？有一定的轨迹可以让我们修正，所以理就是轨迹，理就是轨迹，就是途径，就是规范，就是准则。轨迹、规范、准则，它是所有万物里面要成就价值的一个
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说，我们的东西一样东西，为什么有的人一样东西可以卖了1万块，有的人的一样东西卖了100块，会差那么多？看起来外观都一样，重点在哪里？品质的问题，质感的问题，质感决定价值。可是那质感是由哪里来的？品质由哪里来的？是从规范来的，是从准则来的。质感越好的，它越遵守的品质规范，它那个规范那个准则是越严密、越细腻，越不敢放松。所以越不敢放松，所以它的品质越好。它的品质越好，它越有价值。人的一生也就是这样，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当我们的那个规范、那个准则，做人一定有基本的准则，我们的心态也有准则，有规范。当我们的准则规范守得越好，那相对的，我们人就越有价值，我们的人就越有价值。所以天以规律成高明，地以厚道成俊德，人以品格成价值。天要不要有规律？要，天要有规律。可是呢，地呢？地它必须遵守的天的规律。可是他怎么遵守？他用厚道2个字，他不会有投机的心，他不会有懒惰的心，他没有随便的心，他没有随性的心，他只有厚道2个字。厚道的意思就是敦实，就是实在的，实实在在遵照的天的规律。所以他能够成其俊德，所以叫厚德载物。而人的品格，人要不要有品格？要。人的品格要从天的规律来。可是人要不要？人有品格以后，从天的规律，可是你要遵守天的规律，也要学习地的厚道。所以我们心思不用多，我们不用投机取巧，我们不要感到厌烦，感到无奈。我们要有地的厚道的心，有地的厚道的心，有天的规律的心，那相对的也会变成跟天一样高明，也会变成跟地一样有德性。那相对的有高明又有德性，那相对的价值就出来。所以重点在程序，所以有程序，程序就是规律，就是步骤，才有正义。所以生理的轨道叫做礼义，心理的轨道叫做廉耻。礼义它在归意识，廉耻在归性格。所以我们要遵照的礼义廉耻，我们的心理状态一定要有廉耻的心。所谓廉耻，什么叫廉？廉的意思就是廉洁，把垃圾搬掉，让里面干净一点，就这样而已。不要装太多拉里拉杂的事情，这些东西装进来，不要让你自己膨胀自己。对呀，名利的东西不要那么多，权位的东西不要那么多，
感觉感受的那种东西不要那么多，那个叫连结。所以为什么人很连结没有错，可是他到最后自命清高，自命清高，别人就难以接受，难以亲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荣誉，他把他的名誉摆成最重要，所以那些东西变成是他的一个障碍，一个障碍物。所以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名利心，我们的权位心，我们的感觉感受那些东西，该清的要清掉，让它干净一点。干净一点以后，我们就看到了肮脏的地方，你自然就有羞耻之心。一块布很洁白，你看到肮脏的地方，你就有羞耻之心，赶快要把它洗掉。所以越有怜悯之心的人，越有洁白，内心越干净的人，他是越有羞耻之心哦。羞耻以后他会反省，反省以后他才会礼就是一种尊重，一种和谐。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尊重，才会形成一种和谐。义以后他才会付诸于行动，牺牲付出，互相帮忙，群策群力。所以礼义廉耻，礼义是生理的轨道，廉耻是心理的轨道。礼义它在规范了我们的意识，叫缩小了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廉耻就是约束了我们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暴风雨，一定会遇到磨难，遇到越暴风雨，遇到磨难的过程当中，遇到下大雪的过程当中，你越要遵守这个规范。就好像我们在下大雨的时候，眼睛越要睁亮一点，越要睁开一点，越要小心，越要开慢一点。重点在哪里？无论如何，越遵守规范，越安全。所以不是遇到困难就把礼义廉耻丢在后面，而讲一大堆的理由，所以说，孔夫子才讲：公而无礼则劳，胜而无礼则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绞就是紧张，关系紧张。我们公而无礼，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有恭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慎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勇敢，每一个人都想直心。你的心很直，很真。这个公、慎、勇、直，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达到的。可是这里面要不要遵守规范？要不要礼义廉耻？要。所以当我们一个恭敬的人没有礼义廉耻，你所做出的一切恭敬都是徒劳无功。一个很谨慎的人，可是你内心里面没有礼义廉耻，你会优柔寡断。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内心里面没有礼义廉耻，你会乱，你会本末倒置，你会失控。一个内心很直的人，讲话出来没有礼义廉耻，相对的，人与人之间会不会紧张？人的关系会紧张。所以礼义廉耻是我们的规范，那个规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礼义廉耻。这个是一个规范，是一个准则，是一个步骤，是一个蓝图。你要进入到道的蓝图，是要达那个道。达道，达什么道？达人道，达中道，达慈道，达孝道，达有信道。
这是为人君要打的人道，为人臣要打忠道，为人父要打慈道，为人子要打孝道，为人友要打信道。这个过程里面，要达这个道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借用着礼义廉耻这4样东西。中间会不会有争议？会不会有争执？会不会有不愉快？会不会有利益关系？会。可是任何的争执、任何的风波、任何的风雨、任何的情绪，都不能离开礼义廉耻。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个道。所以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乐辉。乐辉在《乐辉传》里面，他有讲过一句话：“乐在前，飞在后。”这个山岳，这个高峻的大山挡在我前面，我要不要飞过去？要，一定要飞过去。那个飞过去就是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可是它要飞过去，要不要有一定的准则？要，所以它必须要有礼义廉耻，它才能进入到中。所以那时候他在前线，对辽军他可以占赢，可是被宋朝的金王下12道金牌调回来，他能够补回来吗？他能够补回来吗？他内心还是想，为什么？他在守礼，他在由礼进入到这个中。所以乐辉有没有成就？乐辉就是守住这个礼，他退让了，他退了，他守住这个中，借用礼义廉耻来进入到这个中道。那他有没有超越了？他超越了。所以说，守情分就是仁，尽本分就是义。所以礼义廉耻叫做让我们守情分，尽本分。我们在尽本分的过程里面，往往会膨胀自己，而变成没有情分，错了。所以仁义之心，仁义2个字也在讲忠恕。所以仁义之心，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本体，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帅所具备的。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要遵守着礼义廉耻的心来好好的跟君王配合，目的就是要进入到这个道，进入到人道、中道、慈道和孝道和信道。以理合行以后，后面就是要掌控情绪。掌控情绪，情绪的部分，我们知道，
挥班开始，向虎吉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讲师慈悲，前到鞠躬，坤到鞠躬，请坐下。我们前人，还有我们各位点环师，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早安。我写今天承受了我们老母娘的慈悲，做祖师爷的弘旨大愿，我们的师尊师母的大德，我们前人以及点环师的提拔，我们各位前贤的栽培鼓励，或许才有这一次这么好的因缘来这里跟大家共同的一个分享。今天或许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回家的路要超前部署。当然我们一辈子努力，努力最终就是要回家，回家也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重点。可是呢，我们想回家，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家的特质，家它具备了什么特性？因为你不了解家的特性，我们回到家里，这个家没有家的味道。有回到这个家，这个家就好像一个房子，它是冷冷的，它里面没有情的东西，没有温度的东西。所以我们事先要去了解了，要一个家里面，它必要成为一个家，要像一个家，它必须要具备了什么特性？第一个特性，家的特性一定要温馨，一定要关怀，一定要温暖。所以温馨、关怀、温暖，这叫人。第二个特性，这个家的成员要互助合作。互助合作叫做义。第三个特性，这个家的特性必须要礼让，要互相的谦让。这个谦让，这个礼让，就叫礼。第四个特性，这个家必须要让我们可以放轻松。这个家必须要让我们能够自在，能够释怀。自在释怀，这叫智。第五个特性，这个家必须要互信，互相的信赖，互相的依赖。第五个特性叫做信。所以整个家庭里面要成为一个家，具备了5个特性：仁义礼智信。所以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我们本身要让它成为一个家。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可是我们有条件吗？这个条件不是我希望我就能够达到，这个条件是靠调整来的，是靠修来的。从自己的调整、自己的修持
里面，才让这个家能够温馨，才让各家能够互助合作，才让这个家能够谦让，才让这个家能够自在，才让这个家相互之间可以互信，可以信赖。这个都是修来的。所以大学才讲，治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如果不修身，怎么齐家呢？什么叫齐家？齐家就是让我的家变完整。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具备了这5个条件，这个叫做齐家。而要做到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有一个像样的家，从哪里来？不是从别的地方来，而是从自己创造条件来的，自己修来的。所以为什么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难念在哪里？回归一句话，难念在修身。人难做，难做在哪里？难做在修身。所以一切反观回来，自己不创造条件，所有的难关我们都难以度过。连我们最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我们都达不到。即使回家了，又怎么样？这个家没有这5个特质，这个家能够像一个家吗？没有啊！家不能像一个家的时候，怎么孕育下一代呢？不能孕育下一代，我们这个家又能够产生家的价值和特质吗？不行。所以让家庭幸福是谁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回家，必须部署的先从我们内心当中去调整开始。来，我们就进入到主题。主题：回家如何的超前部署？后学就用这6点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第一点，先确认方向，以养心智。我要往哪边去努力？我努力的方向要对，方向错了，我回家也没有用。我的家往哪边走？我要往哪边用心？我要先确定方向。第二个叫做依理而行。回家它有一个蓝图，要回家它有一个蓝图，要回家它有一个轨迹，我必须要因循的轨迹而走，因循的轨迹而努力，所以要依理而行，而养规律。第三个就是要掌握情绪。人难免遇到逆境，遇到困难，情绪会出来。情绪出来，我们就不想回家吗？我们不喜欢照着规矩走，情绪出来了。所以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回家？会。所以情绪部分是我们回家的障碍，所以要掌控情绪，以养涵养。第四个就是勤洗华礼，以养理念。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们心灵会受伤。心灵会受伤，要不要疗伤？要。怎么疗伤？用华理来疗伤，让这个真理里面能够融入到观念。
让我们的观念有养分，我们的心有养分，能够得到了华理的洗涤，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强大。第五，强化身心以养恒毅。我们得了很多华理，听了很多道理，要落实在身心里面，要消化，要务实，要扎实，让身心里面更强大，更有抵抗力，更有抗拒性。这样的话，我们遇到很多难关，会过关，不会卡关，不会被卡死，不会被卡住。第五，当我们身心健康了以后，我们要什么？灵济资源。身心越健康，我们灵济的资源越具体，越能够凝聚于把它聚焦，把它凝结起来，把资源不会去浪费掉，不会去浪费掉。所以凝聚资源以养性德，带着这么多的性德，这么多的德性，就是要回家，回到家里，用我们这么多的德性来让这个家有像家的感觉，来流露出仁义礼智信，让我们的家完整，叫齐家。所以针对这6点，或许一点一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确定方向以养心智，就是确定决胜点。人要知道说，我胜败的重点在哪里，我决胜点在哪里，一定要先抓到决胜点。要抓到决胜点以后，我们才知道要往哪边去努力。所以确定方向以养心智，我们先要确定决胜点。我们先要了解谁要回家，往哪里回家。我们要先想，我们谁要回家。我们讲这个回家，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白天努力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想回家，是在讲这个身体。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回家，不只有这个身体要回家而已，而回家来创造我们家，让我们家幸福。那相对的，不只有我们这个身体要回家，我们的灵性要不要回家？要。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也是我们的灵性要回家，而灵性就是我们的真相，也是我们的关键人物。所以身心灵身心它是一个工具，真正的主帅是灵，真正的主体是灵，真正关键人物是灵，真正决胜点是灵，是我们的灵性，是我们的自信，所以它就是关键人物。所以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关键人物了？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的真相。
当你找到这个关键人物、这个真相以后，自然你就知道要往哪边去走，去用心。所以有真相，才有方向。没有真相，它就没有方向。人生就像一步棋，人生就像一步大棋，下一步大棋。这一步大棋里面，我们要了解，主帅有几个？主帅只有一个。这一步大棋要下棋之前，要不要先了解我的主帅在哪里？要不要先找到？那个主帅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决胜点。所以它是一个决胜点，所以它是一个胜败的关键，它是一个生死的关键，它是一个雌雄的关键，所以叫做一决胜负，一决生死，一决雌雄，而万华才归一。整部大棋里面，你要先找到主帅。这一盘大棋你不先找到主帅，那这一盘大棋我们是怎么下？我们会将副帅，我们会将所有的副帅、所有的兵都把它当成是主帅。那这一盘大棋怎么下？主帅在哪里你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求到了，有没有找到真相了？找到真相就是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主帅。我们身体也是主帅，身心是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为了要保护主帅。所有的这幅大棋里面，每一个棋都是主帅的工具，每一只棋它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能力。你投入了很多心在下这一步棋，可是要不要先知道主帅在哪里？对，所以这个主帅才是决胜点。所以为什么会讲一决胜负，一决生死，一决雌雄，万法归一？这个一又代表什么？所以老子才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呢？道它就是无极，无极就是无形无相。道是无形无相的，可是道是无形无相，可是它会生一，一就是太极。太极就无生无息，无形无相生出来的太极一定是无生无息。所以那个叫独一无二，所以道生一，一就是独生主，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道是无形无相，可是里面有一股太和之气，哪一股太和之气叫做无极？所以说天有没有道？有，可是它是无形无相，你感受不到。天有道，无形无相，你感受不到。可是它里面有没有一股太和之气在运转的日月星辰？有，那一股叫做道的气。
那一股叫做道的气，那个叫太和之气。大地呢？大地有没有？大地也是有。道是无形无相，可是呢，它在大地里面有没有一股气？有，那叫地气，也是有一股太和之气，所以万物才能够生生不息。所以太和之气是一股动能，可是它是无声无息的，你感受不到的。所以天的真相就是道，所以叫天道。地的真相也是道，所以也叫做地道。可是它这里面都有一股无声无息的太和之气，那个太和之气就是一。那讲到人呢？人有没有一股太和之气？有，那一股太和之气叫做灵气，叫做灵气。所以我们身上要不要有灵的那一股太和之气，灵性的那一股太和之气？要不要？要。我们的身体也要。我们身体要有那一股灵性的太和之气，所以五脏六腑里面整个运转循环都是靠那一股灵气在推动，所以叫做气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那一股气，灵气它必须要疏通，这样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健康，身体有灵气，那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理有没有灵气？有。身体要健康，我们的心也要健全，所以我们的心的灵气是什么？是仁义。仁义的心，仁义的心是我们的灵气所产生，我们的灵气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本质，自然本质，所以叫仁义之心。佛家在讲本心，佛家在讲本心，是灵性、灵气在心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那个叫仁义之心。所以道是无形无相，它是靠着一股一的太极的灵太和之气，再让道产生功用的，再让道产生功用的。我们的身体要健康，也要靠那一股的太和之气；我们的心理要健康，也要靠道的那一股太和之气所产生的仁义之心。天地和人全部都有太和之气，甚至于连万物都有那一股太和之气，万物才能够生生不息。所以那一股太和之气才是所有天地人的决胜点，那个叫一。那一股太和之气也是万物生死的决胜点，也是一解雌雄的决胜点，也是万物所全部要归属于这一股太和之气来运转，所以叫做万法归一。
所以六祖慧能祖师才讲，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六祖慧能祖师讲的，自性就是我们的太和之气，自性就是我们的太和之气。我们的身心里面都要让太和之气的灵气来带动，这样我们身心才会健康。所以自性它就是一，它能生万法，所以叫做万法要归一。所以说我们孔夫子才讲无道一以贯之。我的道用什么在贯通？用一来贯通，因为道是无形无相，没有那一股太和之气，我道就是一种空寂的东西，它是无用的。所以必须要有一股太和之气，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叫做仁义之心。所以道它是一个概念，要让道产生真正的功用，是展现我们内心里面的仁义之心，让道产生道的一个价值出来的。所以说无道一以贯之，我的道它是空寂的，用什么？用太和之气来贯通，让道能够展现出道的一种道的一种形象。所以道是体，一是用，所以道是天地人的真相，有了真相就有了方向。我们已经了解了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灵性，它是一个结胜点，它是我们的主帅。可是我们这所有的副帅，所有的兵，要不要听从主帅的主导？要不要？要。主帅的心智，主帅的一种意志力和一种意向，要不要我们跟我们的主帅要同步？要不要？要。这样才能够上下一心。所以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主帅。我们的主帅里面它有灵气产生出来的一种本心，那种本心叫做仁义。我们的主帅他具备了仁义之心，那我们身心的这些君臣，这些臣子要不要有仁义之心？要不要配合？要不要共鸣？要不要共事？要。所以以后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往仁义之心下去努力，因为我们找到主帅了，我们找到真相了，我们以后要往仁义之心下去努力，那才是我们要跟主帅同舟共济，跟主帅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因缘里面，我们好好的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同舟共济，我们精诚一心，在这个舞台，在这一盘人生的大棋里面，我们好好过我们的一生，那我们是不是不忘初生？所以为什么会跟我们讲说方向才是最重要？找到主帅，找到了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这个才是我们要回家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个叫结胜点。所以查尔斯基德林禅还说，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发现问题的真相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因为我们只想处理问题，只想解决问题，可是真的真相在哪里你找不到，问题的真相在哪里找不到的时候，你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那事情有真相，那我们人有没有真相？我们人也有真相，我们人也有真相。而这个真相，我们在求道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先找到了人有真相，事也有真相，事要找到真相，解决事情的问题；人要找到真相，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人最难做？重点难做在哪里？难做在我们没有找到人的真相。所以人的真相找到了，你会难做吗？不会，因为什么？目标明确。主帅在哪里？你知道。主帅具备了什么特质？你知道。要往哪边用心？你知道了吗？跟主帅同心。主帅是仁义之心，我们就仁义之心，就是这么简单。那问题是不是全部解决了？那就解决了。所以说，以前有一些人在问说，人心好就人心好，干嘛一定要求道？人的心好，为什么一定要求道？人的心好，就好像我们具备了一把长枪，你的枪法很准，你这支枪很好，可是你找不到目标来使用这个枪支，你找的目标是错误的，那这一把枪有用吗？技术好有用吗？没用。所以说，人好心好，代表说你技术很好，枪法很准，很恭喜。可是找到目标比你枪法好，枪好还更重要。所以找到目标才是第一步。第二个主题就是要依理而行。依理而行就是修正我们的用心处。我们已经知道主帅在哪里，我们主帅具备了就是一种领的气，主帅的那一股气，那个他的心是什么？是仁义之心。所以仁义之心就是我们以后要慢慢调整了，所以我们要修正了我们的用心处。可是要修正怎么修正？有一定的轨迹可以让我们修正，所以理就是轨迹，理就是轨迹，就是途径，就是规范，就是准则。轨迹、规范、准则，它是所有万物里面要成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说，我们的东西一样东西，为什么有的人一样东西可以卖了1万块，有的人的一样东西卖了100块，会差那么多？看起来外观都一样，重点在哪里？品质的问题，质感的问题。质感决定价值，可是那质感是由哪里来的？品质由哪里来的？是从规范来的，是从
准则来的。质感越好的，它越遵守的品质规范，它那个规范那个准则是越严密、越细腻，越不敢放松。所以越不敢放松，所以它的品质越好。它的品质越好，它越有价值。人的一生也就是这样，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当我们的那个规范、那个准则，做人一定有基本的准则，我们的心态也有准则，有规范。当我们的准则规范守得越好，那相对的，我们人就越有价值，我们的人就越有价值。所以天以规律成高明，地以厚道成俊德，人以品格成价值。天要不要有规律？要，天要有规律。可是呢，地呢？地它必须遵守的天的规律。可是他怎么遵守？他用厚道2个字，他不会有投机的心，他不会有懒惰的心，他没有随便的心，他没有随性的心，他只有厚道2个字。厚道的意思就是敦实，就是实在的、实实在在遵照的天的规律。所以他能够成其俊德，所以叫厚德载物。而人的品格，人要不要有品格？要。人的品格要从天的规律来。可是人要不要？人有品格以后，从天的规律，可是你要遵守天的规律，也要学习地的厚道。所以我们心思不用多，我们不用投机取巧，我们不要感到厌烦，感到无奈。我们要有地的厚道的心，有地的厚道的心，有天的规律的心，那相对的也会变成跟天一样高明。也会变成跟地一样有德性，那相对的有高明又有德性，那相对的价值就出来。所以重点在程序，所以有程序，程序就是规律，就是步骤，才有正义。所以生理的轨道叫做礼义，心理的轨道叫做廉耻。礼义它在归意识，廉耻在归性格。所以我们要遵照的礼义廉耻，我们的心理状态一定要有廉耻的心。所谓廉耻，什么叫廉？廉的意思就是廉洁，把垃圾翻掉，让里面干净一点，就这样而已。不要装太多拉里拉杂的事情，这些东西装进来，不要让你自己膨胀自己。对呀，名利的东西不要那么多，权位的东西不要那么多，感觉感受的那种东西不要那么多，那个叫廉洁。所以为什么人很廉洁没有错，可是他到最后自命清高，自命清高，别人就难以接受，难以亲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荣誉，他把他的名誉摆成最重要，所以那些东西变成是他的一个障碍，一个障碍物。所以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名利心，我们的权位心，
我们的感觉、感受那些东西，该清的要清掉，让它干净一点。干净一点以后，我们就看到了肮脏的地方，你自然就有羞耻之心。一块布很洁白，你看到肮脏的地方，你就有羞耻之心，赶快要把它洗掉。所以越有怜悯之心的人，越有洁白，内心越干净的人，他是越有羞耻之心哦。羞耻以后他会反省，反省以后他才会礼就是一种尊重，一种和谐。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尊重，才会形成一种和谐。义以后他才会付诸于行动，牺牲付出，互相帮忙，群策群力。所以礼义廉耻，礼义是生理的轨道，廉耻是心理的轨道。礼义它在规范了我们的意识，叫缩小了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廉耻就是约束了我们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暴风雨，一定会遇到磨难，遇到越暴风雨、遇到磨难的过程当中，遇到下大雪的过程当中，你越要遵守这个规范。就好像我们在下大雨的时候，眼睛越要睁亮一点，越要睁开一点，越要小心，越要开慢一点。重点在哪里？无论如何，越遵守规范，越安全。所以不是遇到困难就把礼义廉耻丢在后面，而讲一大堆的理由，所以说，孔夫子才讲：公而无礼则劳，胜而无礼则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绞就是紧张，关系紧张。我们公而无礼，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有恭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慎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勇敢，每一个人都想直心。你的心很直，很真。这个公、慎、勇、直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达到的。可是这里面要不要遵守规范？要不要礼义廉耻？要。所以当我们一个恭敬的人没有礼义廉耻，你所做出的一切恭敬都是徒劳无功。一个很谨慎的人，可是你内心里面没有礼义廉耻，你会优柔寡断。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内心里面没有礼义廉耻，你会乱，你会本末倒置，你会失控。一个内心很直的人，讲话出来没有礼义廉耻，相对的，人与人之间会不会紧张？人的关系会紧张。所以礼义廉耻是我们的规范，那个规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礼义廉耻这个是一个规范，是一个准则，是一个步骤，是一个蓝图。你要进入到道的蓝图，是要达那个道，达道，达什么道？达人道，达中道，达慈道，达孝道，达有信道。这是为人君要达的人道，为人臣要达中道，为人父要达慈道，为人子要达孝道，为人友要达信道。这个过程里面，要达这个道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借用着礼义廉耻这四样东西。中间会不会有争议？会不会有争执？会不会有不愉快？会不会有利益关系？会。可是任何的风雨，任何的情绪都不能离开礼义廉耻。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个道。所以
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岳飞。岳飞在《岳飞传》里面，他有讲过一句话：“岳在前，飞在后。”这个山岳，这个高峻的大山挡在我前面，我要不要飞过去？要，一定要飞过去。那个飞过去就是他的瓶颈，他的瓶颈。可是他要飞过去，要不要有一定的准则？要，所以他必须要有礼义廉耻，他才能进入到中。所以那时候他在前线，对辽军他可以占领，可是被宋朝的金王下12道金牌调回来，他能够不回来吗？不是打，他能够不回来吗？辽是打金，他内心还是降服，为什么？抗金，他在守礼，他在有理进入到这个中，然后金在内，所以岳飞有没有成就？岳飞就是守住这个礼，他退让了，他退了，他守住这个中，借用礼义廉耻来进入到这个中道，那他有没有超越了？他超越了。所以说，守情分就是仁，尽本分就是义。所以礼义廉耻叫做让我们守情分，尽本分。我们在尽本分的过程里面，往往会膨胀自己，而变成没有情分，错了。所以仁义之心，仁义2个字也在讲忠恕。所以仁义之心，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本体，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帅所具备的。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要遵守着礼义廉耻的心来好好的跟君王配合，目的就是要进入到这个道，进入到人道、中道、慈道和孝道和信道。一力合行以后，后面就是要掌控情绪。掌控情绪，情绪的部分，我们知道有方向了，有方向了。我们知道君王在哪里，要往哪边走才会君王才会比较安全，知道了吗？知道，那叫直指。方向是不能动的，不变的。不动的，那叫道。第2点我们才讲定理，一定要朝向这个方向，它有一定的轨迹、一定的规范、一定的准则，它是不摇的，那个叫做理。理是不能摇的，不能摇。所以不摇的意思，也就是没有理由的。礼义廉耻是没有理由说我不遵守的，他没有任何理由的，所有任何的理由都是自欺欺人，就这样而已。所以当我们有方向了，而且遵照轨迹在走了以后，那我们内心里面会不会宁静？宁静了，内心宁静，我们的情绪就稳下来了。所以有方向以后，我们遵守的准则，目的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我们的情绪静下来。我们情绪静下来了，才能够明察秋毫，才能够察觉魔鬼长在哪里，长在细节里。所有的细节都是靠着我们的静，内心宁静，而内心宁静就是要遵守规范。有方向，以后我们内心宁静，我们内心是不是稳定了？是不是安心了？我们安了，安心了。那种安心叫做自在，叫做无忧无虑。安了没？安了。平安了，安心了。
以后再虑，虑就是思虑，用一个稳定而且是很宁静的心来思虑，来思考，来反思，来省思，来深思，来想自己，来反省自己，慎重的思考自己，来沉思。沉思了以后呢，后面就是得，来做明辨，做觉得，那就决定。决定下去了，就是彻底执行，那就是得。所以这五步功夫，定静安虑得，这5个功夫就是要掌握住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它重点一定要直指，一定要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会问啊，有一些道心会问啊，问说修道这么久，我的个性常常没有办法控制。他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可是他的重点在哪里？他的重点是因为没有遵守的规范，礼义廉耻的规范。礼义廉耻是不是太空泛了？太空泛了。那他执行细则在哪里？礼义廉耻的执行细则在佛规15条。佛规15条就是礼义廉耻的执行细则。礼义廉耻是纲要，佛规15条是细则。怎么执行？好好遵守佛规，执行的佛规相对的就是在遵守的礼义廉耻，就这样。所以相对的遵守的规矩，越遵守，遇到风雨，遇到磨难，你都严格遵守，谨慎遵守，小心谨慎，那相对的你的内心自然就宁静。所以重点，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气没有经过约束，我们的意识没有经过规范，我们的性格没有约束，那我们的个性就没有办法改变，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一些人他会讲说，有一个爸爸妈妈，他很担心他儿子都不结婚，问说你已经这么几岁了，已经这么多岁了，将近40岁了还不结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儿子跟他回答一句话：我从小到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家，你们夫妻每天都在吵架，常常在吵架。我不希望以后我的家也每天在吵架。我看到你们吵架，我不敢结婚，因为我也怕我结婚以后跟你们一样。所以我们是用情绪在传承，让孩子里面也传承这个不好的情绪。那是我们来一生里面真的价值吗？我们付出的代价大不大？好，以上我们后面就不要谈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来呢，第4点，勤洗法理，颐养理念。所以当然，我们遵守规范，可是在遵守规范的过程里面，遵守规范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内心里面会受创伤，有风雨，有磨难，我们心灵一定会创伤。会创伤，人受伤了要不要找医生？要吗？跟医生要不要坦白？要吗？因为对身体有帮助。所以有很多浅显他会请各位来佛堂多听道理，多听道理。为什么？因为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创伤，这些创伤没有人可以帮你解答，唯有来到佛堂，来慢慢接受法理的
洗涤。而经过这些，而来到这里呢，要不要虔诚？要真诚不欺的跟仙佛表白，用真诚不欺的心来接受华理的洗涤。那是我们回去我们家里重新再出发，回去我们的工作重新再出发，回去到我们的社会重新再出发，是在强化，让我们的认知里面解析更清楚，了解很多事情的真相。所以理念是让我们的观念里面有真理，没有经过华理的洗礼，没有经过真理，没有经过道理的洗涤，我们的观念里面只有观念，没有真理，没有道理。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有装进了很多道理以后，那这样的话就变成理念。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道场一直在很努力的在推行儿童读经，推行青少年教育？为什么？因为从小的时候，从小朋友到青少年，都一直装进了很多真理里面，装进了很多真理，他的观念里面有真理，他慢慢会变成他的理念。而这个真理就是里面有什么？有礼义廉耻。所以有理念呢，是让我们的意志力有益武器有意义，我们的意识里面有正义，而没有义气，而不会去意气用事。我们的意志力有正义，而不会去意气用事。所以就是让我们的理念，我们有理念，我们有没有意志力？才有意志力。没有理念的人也有意志力哦，没有理念的也有意志力哦。所以没有理念的意志力里面，他意志力里面有义气，所以他会意气用事，感情用事。有理念的人，他有意，他有没有意志力？有，可是他的意里面有义，所以他不会意气用事，也不会感情用事。为什么？因为他有义，所以法的功能，法的功能就是要疗愈治伤，就是要疗愈的我们的心灵。法的功能，它具备了哪些功能？知性情之真，明物意之害，辨耳目，耳是耳朵的耳啦吼，辨耳目之弊，学纯养之方，习审查之道。来这里听道理就是要这样，这5样的东西知性情之真。我们人要不要有感情？要有感情所以我们灵性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仁义之心，就是真情，就是真义，所以叫真性情，所以叫真性情而这个真性情里面，这个性情里面，这个真性情里面，它会产生一种豪情，所以我们才讲豪情壮志。这个志向是靠豪情在强壮的，而豪情从哪里来？从我们的真性情来。所以我们在讲性情中人，形容一个人性情中人，就代表他有仁义之心。而相对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性情之真。而当我们只有观念
没有理念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情是心情，它是一种由观念、由欲望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情绪，叫心情。所以它只有豪气，没有豪情。它有豪气，有豪气，可是没理念，所以它会冲动，它会失控，它会失真，它会失灵，它会失态，它会失礼，它会失德，它会失言，它会失主，会不会？会，因为里面就是有情绪在主导。所以华是要让我们知性情之真，明物意之害，物意它会膨胀我们自己，它会膨胀了我们自己，变耳目之蔽。我们的耳目、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被什么蒙蔽了？被我们的欲望蒙蔽了，我的嗜好蒙蔽了。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当事者迷，所以旁观者已经知道问题点在哪里，可是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别人已经知道跟他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可是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重点是什么？你的心被爱情冲昏了头。赌博，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好，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知道会家破人亡，每一个人都在提醒，可是为什么就是会沉溺下去？让赌博迷失了你的心，被赌博蒙蔽了，所以变耳目之蔽，学纯养之方。要学习，我要放什么东西进入到我的内心世界才有养分，放哪些东西，哪些东西要搬掉，哪些东西要搬进来，搬进来我的内心世界，我才有养分，对我才有帮助，对我的思维、我的观念、我的心态才有养分。这个要不要学习？要。从哪边学习？从要学习华理，要入班，慢慢学，慢慢学，慢慢熏陶，习审查之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重点不是在看外面，在看谁？看自己。自己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审查越严格，越能够知道本心之存亡。你的良心在不在？你礼让的心在不在？你的正义的心在不在？你慈悲心在不在？审查越严格，你越知道我的心在不在，我内心里面存在了什么心。所以法的功能就是具备了这五样。这五样以后，相对的，有人说来佛堂听道理没兴趣，不喜欢。我们去医院看医生，有没有谁想要很喜欢去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有没有？没有。可是这个跟兴趣有关吗？跟兴趣无关。跟什么有关？跟健康有关。我们心灵创伤了，我们心中有病了，我们要不要让医生诊断一下我们哪里有没有病？要不要？要。让医生好好帮我们做一个检查，好好帮我们做一个治疗，跟兴趣有关吗？跟兴趣无关。
跟什么有关？跟幸福有关。所以经过接受法理的、接受道理的洗涤，让道理的东西装进我们的内心之世界，让我们解析更清楚，让我们的心态的抓住重点，有方向，让我们好好来疗愈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胸知道说哪些要搬掉，哪些要放进来。那不是跟幸福有关吗？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福的因素已经很多了，那我们要不要找到我不幸福的因素在哪里呢？我们要不要勇敢面对？要不要严谨面对？那跟兴趣与不兴趣有关吗？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些人幸福吗？这些人幸福吗？这些人接受法理的洗涤，他学什么？学厨艺，学听讲，里面有小朋友，到老人，到青少年。青少年每一个人在那边接受了我们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读经会考，每一个人，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在学习，他们在入法会，他们在入班，他们在学习啊，他们在每一个人，从青少年到青年到壮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关，每一个人心灵都会受伤，要不要止痛？要止痛啊！所以说，今天跟兴趣无关，跟人生的幸福有关。所以知道爱心、耐心、贴心、专心、信心是做人做事成功的条件，就是做不到。重点在哪里？重点我们心病了，又不认真治疗，又不认真疗伤，我们连自己哪里病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自爱，怎么去爱人呢？怎么去爱这个家呢？所以学理才能够明理，明理以后才能评理，评理以后才能入理，入理以后才能修理，修理的目的就是要合理。每一个从小朋友到老人，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在明理、在学理、在明理互相之间遇到有意见不同，我们拿出真理、礼义廉耻来互相评理。每一个人在真理底下要低头。所以我们在修理谁？我们不再修理别人，我们在修理自己，让自己更合理，让自己更合理，让这个家更完整。所以法的目的就是要心心相印，透过这个理，让我们每一个人以理做规范，打开我们心中的门，让每一个人上一代的门跟下一代的人，我们的门都把心门打开，每一个人用理来评理，每一个人内心是干净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形成共鸣、共识，而且那这样会不会同心？心心相印，靠着法理。有法理以后，我们来强化我们的身心了。道理要听，可是要不要什么？要不要强化？要。那个强化就是落实扎实，落实扎实在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心灵。所以强化抵抗力和抗拒力。我们要不要抵抗力？要。外面的磨难我们要撑得住，有一些我们要担当得起来的，要承担的，可是要抗拒什么？抗拒诱惑，要抗拒诱惑所以有些人耐得住寂寞，经不起诱惑；有些人扛得住贫穷，经不起富贵；有些人走得过风雨，经不起平淡。寂寞耐得住寂寞，扛得住贫穷，走得过风雨，这个就是有观念就好了。
有观念就好了。这个没有理念没关系，这没有理念关系，这里面靠意志力而已。那个意志力，它针对他的欲望，他有观念就好了。所以寂寞、贫穷、风雨，他有意志力，可是往往会意气用事，往往会感情用事哦。所以之所以会感情用事，会意气用事，所以才会经不起诱惑，经不起富贵，经不起平淡。因为意气用事，感情用事，所以经不起诱惑，经不起富贵，经不起平淡。因为没有理念，没有规范，没有经过道理的洗涤，里面没有装进去，没有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里面没有装进去道理，没有装进去法理，是这个意思。所以莲在泥中显清净，人在尘中练心性，花在风雨入任性，人在娑婆养德性。所以莲花在泥中，花在风雨，人在尘中，生在娑婆。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污浊的环境中，我们在磨练自己的身心，在历练自己的身心，让自己更加有抵抗力和抗拒性。而我们要强化了我们的抵抗力和抗拒性，就是要严格遵守规范。严格遵守规范啊，随时要疗伤，随时要回来佛堂。不要说哎呀，我在家里我都有在修道，有没有在修道？看他有没有融入在团体里面，因为那个就是一种气度啊。所以强化是精进的展现，强化以后它会展现一种精进，精进是信力与愿力的结合。你相信了这个真相，相信了灵性是我们的主人，而且我们的方向已经点传师已经跟我们指引了，知道要往哪边走了，而我们要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就是愿力。所以有方向，而且下定决心以后，那精进才会出来，这个精进才不会错误，努力才不会错误。而努力方向对了，决心也下定决心，要好好遵守规范，遵守这个蓝图，好好往我们的目标达到这个道。那道的道品，那个品里面有那个品里面它那个结果，道德那个结果的高下的枢纽，就是在精进。所以道令智商思辨，情商圆融。精进让我们智商思辨，情商圆融。我们的智商，我们的情商，我们智商能够很明辨，我们的情商能够圆融，相互之间圆融。所以精进以改变认知为前提，以自重自立为条件，以专注学习为重点，以真诚不屈为动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部分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啊，也确实要以这几点为一个基本基础，那精进才会扎实。第六点，灵济之源，以养性德。所以身体要不要有资源？身体要有资源，身体的资源，身体的粮食就是物质，就是要赚钱，赚钱你这个身体才能过得了，因为我们是凡夫，一定要赚钱所以身物是身体的粮食，情是心的粮食，感情是我们内心的粮食我们内心的粮食，我们感情越多，我们的情越多，那相对的我们内心里面也有温度，也有温度。所以我们要有物质生活，也要有感情生活也要有感情生活。可是有物质生活，有感情生活还够不够？不够。
因为我们不只有身心而已，我们的主帅是谁？是灵，灵的粮食是什么？是德，是德性，是功德。所以我们都在顾我们的身心，让你感觉很舒服，让我们很安逸，让我们很温暖，其实都是在身心，而身心是工具，你都在身心里面做文章，都是在用功夫。其实你的主帅，这个主帅，你忘记主帅要什么？你主帅真的要是仁义所产生出来的功德。所以当我们的主帅没有粮食的时候，会变成灵不活、灵不感、灵不通、灵不气，没有动能，灵魂活不起来，灵魂也没有办法有灵感，也没有办法感应，灵魂也没有办法通，没灵通，我们灵魂也没有办法契机，没灵机。那灵活、灵感、灵通和灵机是不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很重要？对，那是我们要面对事、面对人非常重要的一环，而那是我们灵性里面具备的本能。而当它没有粮食的时候，没有灵性没有粮食的时候，它是灵活不起来的。灵它是感应不上的，灵它是不通的，而且灵不通，心就不通。而灵它是没有办法契机的，没有灵机的，所以叫做我们要契机保帅，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们的身心里面欲望越少，满足点越低，我们越快乐。所以要不要牺牲？要。怎么牺牲？就是舍，放才有生机，所以叫放生。放下才有生机，越舍得，你越能够得到，越有生机。所以要牺牲小我，你才能顾了大我。放下了你这个身心的感觉感受，你才能顾全大局，你才能顾